土耳其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背叛北约，与俄罗斯联手，一马棒敲倒了美国的七寸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股，我是易评股。今天我们聊一聊土耳其身在曹营心在汉。这段时间，土耳其时常进入我们的视野。其实，在大国博弈中，土耳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，位于亚欧板块的中心，并且处于地中海的咽喉地带，在地缘政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，是各方势力都想拉拢的对象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土耳其都仗着这一绝对的优势，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游刃有余。所以，尽管土耳其老是惹是生非，但它还是不会被各方轻易制裁。例如，尽管美国多次发出警告，土耳其还是执意进口俄罗斯的 S-400防空导弹系统，丝毫不给美国面子。美国就是拿它没有办法，只好忍气吞声。在这种先天优势下，土耳其只需干好一件事，那就是维持好现有的平衡。只要现在这种国际关系能一直的保持住，土耳其就可以我行我素。就像之前在北约背靠芬兰和瑞典之时，土耳其跳出来反对一样。虽然最后还是抵不住诱惑同意了，但这依旧能够证明土耳其是非常清楚需要维持这种平衡的。外界感觉土耳其现在真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它作为美国用来制衡俄罗斯的武器，也就是北约的一份子，却经常做出与作用相反的举动，公然背叛北约。不仅时常与美国作对，还与俄罗斯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。就在不久前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单17天的时间里就进行了2次见面，这是十分罕见的。并且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，俄土双方在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会晤之后，发表了联合声明，达成粮食转运协议。在解散俄罗斯的天然气时，该仍内部支付一部分费用，以及双方同意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，和在叙利亚打击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团结一致。这则新闻对其他国家而言十分平常，但是对美国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噩耗，因为土耳其与俄罗斯一起在美国的心口上横插了一刀。俄土关系变得紧密，让美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优势减弱，甚至处于劣势。在国际交易中使用内部结算，直接帮助内部抢占市场份额，帮助俄罗斯实行去美元化，这些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。特别是去美元化这件事，相当于土耳其与俄罗斯联手，一棒敲到了美国的棋子上。或许有人要问，土耳其为什么对于俄罗斯的合作表现得如此的积极呢？其实原因就和这次会谈的结果相对应。首先，粮食转运问题，由于全球粮食危机，土耳其的粮食价格暴涨，只要有大量的粮食顺利进入市场，就有利于粮食价格恢复到正常水平。其次，内部结算问题，也是为了让俄罗斯看到诚意，不会像对待欧洲那样减少供气。再次，加强合作中包含了经济合作。要知道，土耳其正在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7月份的通胀率是 79.6%， 加强经济合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控制通货膨胀。最后，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，埃尔多安可以赶在明年的土耳其大选之前赢得更多的民心，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选票。
总体来看，土耳其和俄罗斯这次必定是要联手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并且他们手中攥着欧洲的软肋，再加上欧洲政坛的大换血，已经上台和即将上台的新任领导人，或许会基于改善目前欧洲困境的考虑，而主动向俄罗斯示好，也说不定。天平正在向俄罗斯倾斜，和平的希望越来越大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